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聚焦，我是美玲。最近呢，中共官场发生了几件大事，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习近平目前的权力的状况。那么事情起点是中共的文艺界出现一连串的震荡。首先就是中共舞蹈家协会的几名高层领导集体被查。那么紧接着呢，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铁凝也突然间卸任。这两件看似是不相干的事情，实际上背后却隐藏着非常不寻常的政治讯号。我们先来说说铁凝。3月20号，中国作家网突然间发布消息，张宏森接替铁凝出任作协主席，并且说呢，铁凝是根据工作的需要不再接任这个职务。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共官场的这种说法呢，通常代表的不是单纯的职务的调整。你知道的，铁凝这个人来头可不小，他不只是个作家，还是现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副国级的领导人。而且呢，他在文联作协的位置呢，做了这么多年，是很少见的女性高层。他突然间被拿下了这个头衔，不可能只是因为工作的需要这么简单。那么更值得注意的是，坊间长期盛传铁凝其实是习近平早年的情妇。这段传闻呢，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期，当时的铁凝呢还是保定文联的一名普通的干部，而习近平呢则是正定县委书记，两人年龄相仿，都热爱文艺，还一起参加过一些文艺活动，简直是一见如故。甚至呢还有传言说，习近平当时问铁凝：“你的处女座是什么？”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呢？据说呢，后来他认识彭丽媛时也是用的这一招开场的。可见呢，文艺在习近平的交往语境当中，可能是一种标配的开场方式。有一种说法认为呢，铁凝原本可能有机会会成为国母，只是因为他的父亲的反对，再加上他性格偏文艺，缺乏政治手腕，最后呢，才有更有政治气场的彭丽媛接替了这个角色。不过呢，就算没有成为国母，他的仕途也是顺风顺水。2006年成为作协主席时，习近平还只是浙江省委书记。等到他进入了中共高层，铁凝也一路被提拔，19大甚至成为了中央委员。2018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种待遇呢，在作家圈子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但现在呢，在没有任何预警，也没有任何交代的情况之下，他却被卸任了作协主席的这个核心的职务。那么更重要的是呢，这是发生在中纪委对文联与作协进行政治巡视之后。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共的巡视可不是去喝茶聊天的，而是带着任务去的。文联的党组书记换人，舞蹈作家协会主席、副主席、副处长同时被查。现在呢，又轮到作协的大清洗。这已经就不是一个单单的官场的更替了，很可能是高层内部在拔桩子。那么我们说到舞蹈家协会呢，就不得不提一下4月4号那则爆炸性的新闻。中纪委发布公告，宣布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副主席刘震以及另一名副处长韦丽等人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那么重点来了，坊间普遍都认为那名副处长韦丽其实是蔡奇的情妇，而且呢，这个消息出来的时间点也非常的有玄机，刚好就在傅政华秘密受审，蔡奇儿子也被传接受调查的背景之下。现在状况呢，看起来很像是针对习近平的人马进行集中的清洗。你看呐，蔡奇是习近平的亲信，负责掌握首都政治安全多年，现在呢，他的情妇与儿子相继出事。铁凝则是习早年交往密切的、扶持有加的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也被拿掉了关键的职位。像这种情况放在以前的一尊时代，简直都是不可想象的。评论人士陈破空就分析说，习近平现在已经陷入了权力的危机，他在军中失去话语权，军改不顺，火箭军换将，导弹部队出事，整个军队高层呢是人心惶惶。人事权方面，他也是越来越失控。像石泰峰、胡春华等人纷纷被提拔，说明曾经被压制的团派势力呢开始回归了。这些变化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政权变更，正在悄悄地进行当中。所以呢，我们来总结一下，
如果铁凝真的是习近平的旧情人，那么这次他被拿下，不只是象征着文艺界的一次人事的变动，更是习近平个人影响力的进一步萎缩的象征。那么与此同时呢，蔡奇也被针对，说明整个习派正在失去控制权。看起来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不是冷处理，而是逐渐升温的公开角力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波操作呢，其实透露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逻辑，那就是中共现在的路线呢，已经从维稳转向了清场。就是呢，谁跟我没有绝对的忠诚，谁在体制里还留有一点点个人的光芒，抱歉，您都得让开。你看呐，像铁凝这种有文化、有知名度，又在文艺圈里深耕多年的女强人，本来呢还算是中共用来涂脂抹粉、塑造软实力的一张脸，结果呢，现在连这样的人都能被一脚踢开。那您说说，这个政权它还有什么形象包装的必要吗？更不用说，这不是换人这么简单的事情，这是斩尾求生。有人说是铁凝得罪了什么人，有人说呢他是谁的旧识。但美林告诉你啊，现在中共根本不是在管你有没有问题，而是你有没有价值。对这个体制来说呢，一旦你不再是加分项，那你就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处理掉比留下来要安全得多。还有呢，我一直观察一个现象，就是现在中共清洗已经是不分内功还是门面，连门面也要看，这就说明他们内部恐慌感已经高过了对外在形象的顾虑。所以呢，我个人真的不排除他们内部可能已经有更深层次的政治重组正在悄悄地进行当中，只是呢，目前还没有爆出来而已。各位观众朋友们，你可别小看这些文化圈的变动，这就是中共的气味。它从来不是刀一举就砍到核心，而是从边边角角慢慢的收网，慢慢勒紧。等到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张网已经收口了。中国内部最近的变动不像是一场正常的人事调整，而更像是一场极端压力下的重组。三中全会一拖再拖，现在呢，终于传出可能会在7月召开。这不是中共高层突然间开窍了，而是撑不住了。这拖延的本身呢，就暴露出问题已经到了不处理不行的地步，而不是什么战略的安排。我们大家谁都知道，这种时候召开三中全会就是在补破网。此外呢，中国官媒包括人民网和新华网近期频频的报道和吹捧西藏的林芝，这引起了观察家们的关注。由于林芝呢是废太子胡春华的老巢，加上呢有消息称胡春华近日高调亮相安徽，分析认为呢这释放了不寻常的政治讯号，江湖已经妥协，胡春华很快会腾空而起。前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的主任姜维平呢，在其自媒体节目中透露，最近来自京城的消息说呢，胡春华异常的活跃。姜维平认为，胡春华敢于到李克强的老巢，并且带了一大批党内的人高调的亮相，释放出了不同寻常的政治信号。美玲认为呢，胡春华本来就被边缘化，现在又突然间复出，这种死灰复燃可不是巧合。外界说他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的总理，不可能，至少呢，从现在的迹象来看呢，的确是有股力量在刻意的扶他上位。胡春华是胡锦涛一手提拔的人，曾在胡温时代脱颖而出，又没有被习近平在清洗中彻底的打掉，这说明他不是个简单的角色，他既不是红二代，也不是习家军，这反而让他成了一张牌，一张可以重新洗局的牌。这让人呢不得不怀疑，中共内部是不是有人已经开始布局，要让胡春华成为过渡的人物，帮中共找到一个能体面退场的方式。毕竟呢，这几年民怨沸腾，经济下滑，国际围堵，习近平已经成了众矢之的。现在不推个替身出来平衡下压力，难道让整个体制一起陪葬吗？而这种平衡呢，就是典型的中共斗争艺术。他们不会直接推翻习近平，但会让他慢慢的丧失实权，然后安排一个可以被接受的人顶上。你看现在网上关于胡春华的讨论，从一开始的冷清到现在有意无意的吹捧，明显的有操作的痕迹。而且呢，还不只是在中共的网络内部，
海外中文媒体也开始放出一些胡春华有能力、胡春华形象好之类的风向，这就更不简单了。所以说呢，这不是胡春华个人的翻身仗，说穿了呢，就是有人想让中共换个脸，继续再活下去。他们不敢正面说习近平不行，但可以换一个人来当挡箭牌，把所有的烂账慢慢甩给习，再由下一任来拨乱反正。这种操作呢，对内能够稳住关心，对外能挽回一点点的信任，是典型的共产党手法。但是这招真的能成功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现在的问题呢，早已不是换一个人就能够解决的，是整个这个制度已经是腐烂透顶，信任破产，经济塌方，民众厌恶。如果说胡春华真的被扶正，他顶多是个过渡的清道夫，而不是改革者。更何况呢，谁能保证他不会被接下来的风暴一起吞没呢？那么至于习近平本人，这段时间的变化也非常的明显，他出访减少，公开讲话也越来越空洞，整个人看起来呢是疲惫不堪。高层频繁换人，党内会议内容空洞，这些都说明他的掌控力在下降。有人说呢，他还有军权，军队是不是还听他的？这谁也不敢打保票。毕竟呢，军心不稳也是中共历史上政权更替田的典型征兆。那么总结来看呢，胡春华的回归不只是一次人事的调整，而是一次高层的政治操作的信号。它代表着党内某股势力正在寻找替代方案，为中共未来可能的转型铺路。而这条路呢，是抛弃习近平的开始，也是整个体制开始寻求自我保命的象征。但是很抱歉，就算他们再怎么换人、换脸、换话术，这套体制已经是没救了。老百姓早就看穿这些把戏，只是呢还没有找到发声的出口。但是，一旦风向真正转了，墙倒众人推，这些现在还在台上摆姿态的人，也逃脱不了被审判的命运。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我是美玲，我们下期再见。